虽然主打一个天气还好吧，好多人跟我说来了上海之后一定要来百里香榭一趟。来了这边之后呢，我才知道这里呢整栋楼都是搞那些手办模型的回收还有中古售卖的。这边大部分店铺都是有养猫的，然后还都是散养的。哎呀，你说这猫的腿怎么这么短呢？这栋楼还不小呢，只是工作日人比较少，看着挺空旷的。这边离混商店也挺近的，不到1公里。我们先随便找一家店进去看一下吧。我觉得这家店应该大家都感兴趣吧，就先看这一家了。从外橱窗就能看得出来，是真的不错。艾克特 S 杀手的这个场景监狱还原出来，你看 SF 啥都有，你看这成精的海景房，我去，这都是好东西啊！这店呢，很明显就是一个专门做特色类中古的。这栋楼里面就是分为3种店，第一种就是像这种专门做特色的，还有一种就是专门做高达的，最后一种就是啥都做的。这种纯粹的比较好，啥都做的太杂了。你看这空我，你看这 CZX 带翅膀。然后永恒鸟的这一个翅膀呢，是拿伎娘的翅膀喷了这一个配色之后呢，再装上的。这2个利维斯娘呢，应该是自改的。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发的那个山东探店的特色专卖店吗？都是那种几十年的老东西，很多大家都不认识。这家虽然说也算是特色中古店，不过呢，也都是一些最近几年的新品，而且呢都是比较热门一些的品款。比如说 SF， 你看最新的动态特农都有。你看这 SF 一面墙比我的都多。当然，它卖什么取决于它回收到了什么，并不取决于出什么，对吧？小猫，你觉得这个好价吗？好价你就点头，动动耳朵也行。好价吗？哎，动尾巴了。要觉得好价我就买了。觉得好价就点点我，动动我也行。好，他说好。小猫说的对，小猫你可以吃芝士汉堡。这一圈看起来也没什么好价，最便宜的和咸鱼比呢，就是少一个运费的事。它是为了方便展示嘛，所以说没有套上运输盒。运输盒呢都在柜子的最顶上放着呢，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有运输盒。你看这价格也是更新的及时，布莱克网一宣布再版就立马拦腰砍价。你看旁边还有他家的回收广告，真不知道他回收的话，价格里压得多狠。然后还有一些非特色类的，不过只是摆在了角落里面的一个柜子。我感觉应该是店主拿这一个角落当他自己的展示柜了吧，毕竟家里实在是放不下嘛。上海寸土寸金的，可惜的是这些售卖的 SF Act 什么的都是在盒子里面的。你想要看成色的话，需要去柜台上找老板，让他给你拆开塑封，然后看一下成色。和闲鱼比最便宜的价格呢，也就是省一个运费的事。毕竟你想捡漏的话，天天来这么多人，估计有漏早被捡走了。除了 SF Act 这些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全新的了，比如说骨子腰带什么的。而二手的腰带呢，基本上都是一些简易版的，虽然说很便宜，但是实在是没什么可玩的。觉得也确实可以来这边买一些扭蛋或者是软雕什么的，确实是和网上比省一个邮费还挺不错的。来看看这一个尊皇界的，你看看它这一个软雕的披风，这怎么自改呀？缺半个身子呢。我想从这边翻出来一个电王的小扭蛋来着，结果呢没有。毕竟这玩意儿可以挖一个洞，强行给你的 SF 真骨雕换上嘛。真骨雕的那一个脚太脆了，不如用这个保险一些。然后这家店就不细给大家展示了，毕竟呢这只是这个商场里面的其中一家而已。最后呢，我只是买了这么一个高潮电网，160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百里香榭的旗舰店吧。这家旗舰店呢，就是这里最大的一家店嘛，也是啥都卖，全新中古，什么 IP 什么系列的玩具都有。哦呦，吓我一跳！你看这里还是有猫吧？中古品的价格呢，和其他的店也都是半斤八两的价格，不如去闲鱼。就算是能比闲鱼便宜，也就是便宜一个邮费的钱。价格是其次，主要是你从这里现场看成色，可以保证你不会被骗。所以说贵点是贵点，但是安全，对吧？这家店实在是太大了嘛，就简单少几眼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还要看其他的地方呢。
然后注意，店铺呢不只是进门的那一圈，里面还有很多小走廊，通向更多的店铺，只卖特色，啥都卖的都看了。我们再看一个只卖高达的吧。选择这家店就是因为这个电镀独角兽是那个公安局的同款嘛。我知道你们最好奇的是他的腿有没有装反，不如我们先看一下女帝吧。女帝这腿好惨呀，发生什么事儿呀？来，我们离近看一下，确实是故意装反的，对吧？这不是不懂，只是故意的。因为上海公安局那一个就是装反了，这叫还原，这才正宗。不过这种店都没什么可展示的，对吧？高达嘛，都默认是拼装模型，拼装模型在盒子里面啥都看不到，就算拿出来了也都是一堆板件，你是看个寂寞呀。不过整个屋子满满当当的都是高达的盒子，还是挺养眼的。价格方面虽然说是实体店、模型店，但是呢，价格却挺合适的，不会比网上贵的明显。当然，肯定还是选择去网上嘛，网上肯定是更便宜。这期视频才5-6分钟，我们接着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吧。比如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上海破产2条街，不过呢，可以看到这条几百米长的走廊呢，已经是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说的是已经合租到期，然后准备整改，结果还没整改。再往前走呢，算是另外一个区域了吧，那里面的东西倒是都还在。过完年之后呢，我就想明白了一些事情，就是说呢，现在20元的店呢，默认都是卖谷子的，模型、手办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年轻人不玩这东西了。对于店铺来说，利润好像没啥区别，模型手办呢还是占地方，而且还不好卖，所以说呢，都改成卖谷子了。所以这2条街也不细看了，毕竟呢和我之前探店的那一个所谓的长沙秋叶原就是7公米次元街区嘛，好像没什么区别，就是多了一些20元服装店铺。然后这些手办呢都是楼上的一些店铺的，真的可以说是眼馋的受不了呀，太精美了。不过可惜的是家里没有地方放这些东西，而且还买不起，都是几千块钱一个。这不百里香榭的同款女帝吗？前面的拐角处呢还有钢铁侠全家福，也都是1:1的。其实这期视频呢包含了很多地方，不只是什么破产2条街，还有各种商业街区，还有那一个百里香榭。再比如说还有这一家书店，这个书店呢楼顶上呢全都是卖的日本原版的书籍，也就说是纯日本进口的纯日语版，然后还价格死贵。这里的书呢都是只能当做收藏装逼用的，没什么别的用。不过一些高达的设定集啦，或者说是假面骑士海报写真什么的，也是可以买来看一下的。其实你从这期视频里面主要是感受一下上海的20元浓度是有多高，对吧？可以说是在上海的街头走2步路呢，就能看到一家纯20元浓度的那种店铺。各种商业街区、步行街什么的也遍地都是各种 coser 在直播，或者是穿着 cos 服出来玩逛街。其实我们现在小县城也是这样的，很多那些中学生呢也就喜欢，只要是和朋友出来玩就要穿 C 服。我们呢山东小县城已经是这样，更何况大上海呢？只能说是下一代的观念已经是变了。现在呢大家都能接受20元了，而且还习以为常。只不过这小地方浓度没有这么高，有一些20元的东西呢也都是圈钱的。真20元革命老区还得看上海，真的可以说是2个字：包容。